那是武汉的特产，豆皮、莲藕汤、牛肉米粉。刚才那还有那个面，哪个国家大奖的厨师？有一只特别有名的小狐狸，根本不怕人。今年跑步的时候遇到他3次。到武汉大学看一场樱花，是每个人的梦想。在武汉大学看一场人海，是每一朵樱花的梦想。他是武汉大学副校长周业忠。您这一出场，感觉像运动健将一样。高中的第1天开始长跑，每天10公里。真的？煌煌武大，雄遍天下。去过武汉的人都知道，满街都是辩论，火辣辣的穷追猛打。在大学谈一场恋爱是选修课还是必修课呢？一个最终极的问题：什么是大学？大学，它的初心应该是培养人才，人之不成，才将焉附啊！我们的大学，本期演讲者周业忠。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说到我们的大学，每一个人应该都有一个内心无法忘怀的校园。这一所学校被公认是中国最美大学，大家可以猜到是哪所学校吗？哇，认知度这么高！作为一个武汉人，这是我觉得特别骄傲的一点。那会儿就经常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溜达去玩儿，有几次我们约好了跟我们的学长在武大去打篮球，结果后来愣是没见上面。武大实在太大了，我们经常在那里面迷路。武汉大学对于我来讲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缘，但是对于今天要开讲的这位嘉宾来讲，那这份情缘就更深了。他几十年几乎就在这一个校园里，一直在完成着他人生的各种梦想。掌声有请今天的开讲嘉宾，武汉大学副校长周业忠，有请。周老师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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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欢迎周校长，欢迎周校长。谢谢各位，请坐。哎呦，校长，您这一出场，感觉气势完全不一样。周校长出来感觉像运动健将一样，穿着短袖 T 恤，而且出来是气场很强大。我也知道您是有您自己的一套生活规律，您是从高中开始，高中的第1天开始长跑，风雨无阻，坚持到现在，每天大家猜多长距离？10公里，你们还让校长活不活？校长每天5公里。这个不好意思，小撒要纠正一下。年轻的时候每天是5公里，现在每天10公里了。后来每天10公里。真的？我还以为我开玩笑呢。包括今天早上你看我这个手表，现在是14107步。而且从高中到今年，整整跑了40年。
这是您今天早上跑步的对，照片吗？对对对对。之前我们的编导一直跟您说校长，您来能不能穿正装，打个领带，穿个衬衣西服什么？校长说不，我要穿武大的 T 恤。我觉得穿这个 T 恤呢，自己感觉年轻了，因为毕竟我都在大学学习、工作、生活，到今年都38年了。哇！如果跟我们在座的同学在一起，如果穿的西装革履，心理上的这个感觉有点老了。您这么一说完啊，我好像才注意到现场好像真的只有一个人西装革履的。那您这个，我看这个 T 恤上面，这是武汉大学的校徽，对，是。这个校门我们特别熟悉。然后这个标志，您能给我们解读？这个标志呢，是我们进行物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所以我们在组织同学们进行相关比赛的时候，学校专门做的一个衣服。所以也发了您一件。对对。所以校长还是会过日子。也想穿武大的 T 恤，但是又不舍得自己买。比赛的 T 恤发一件穿上，但是我知道这个 T 恤、这个标志、这个大赛，其实也象征着现在武汉大学在给同学创造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发展发挥的空间。对。接下来我们把讲台留给周校长，有请周校长为我们开讲。回想起38年前，我从湖南武冈考入武汉大学。我第一次进入武大校园的时候，就被学校里面的高大挺拔的梧桐树所深深地吸引。特别是因缘斜坡上那两边的梧桐树，它们是那么的高大。我们必须仰着脖子才能够看到它的顶端。樱花大道往前走，我们会看到中西合璧的宫殿式的建筑群，特别是樱花大道旁边的老斋舍，它宛如城墙一样的厚重，108级台阶就向上形成一条天梯一样的这样一个路。古朴庄重的图书馆就在这条通天大道的顶端。当我拾级而上的时候，我自己就感觉非常之渺小，但是同时也暗暗的得意，在这样的大学校园里面学习生活，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说起来啊，武汉大学在海内外最有影响的美，恐怕就是武汉大学的樱花。过去更多的确是有武大的师生、武汉的市民在观赏，但是现在呢，信息发达了，交通便利了，所以每当樱花开放的时候，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涌入武大校园。曾经有一天最多的时候，有20多万游客到了学校，可以说是树上是花海，树下是人海。正因为如此呢，所以网上流行一句话：到武汉大学看一场樱花是每个人的梦想，在武汉大学看一场人海是每一朵樱花的梦想。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武汉大学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既不能关起门来，不让大家欣赏这番美景，但是也不能因为游客太多，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所以呢，从2016年开始，
我们通过免费、预约、限额的方式，让社会各界到大学里面欣赏这番美景。我想这可能也是武汉大学与其他大学不一样的地方。实际上，武汉大学最打动人心的美，在我看来，还是家国情怀之美。这种美啊，从武汉大学创建之初，就伴随着每一个武大人。晚清末年，那个时候啊，拯救民族、文化复兴，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当时满清的大臣张之洞，他就明确地提出中体西用、自强图存的理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他就在武汉创办了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武汉大学是最早声援五四运动的高校。1927年大革命席卷全中国，武汉大学也成为革命的红色阵地。1938年，国共两党的要员齐聚珞珈山，武汉大学成为团结抗日的重要基地。1950年，在武汉大学抗美援朝参军的动员会议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吴玉锦教授，他把我们学校牌坊上面的国立武汉大学，把它调过来，学大汉武立国发表演讲。所以武大学子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激励下，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在这里啊，我们培养了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武汉大学精神。也是在这里，我们历代武大人时刻与国家发展、民族进步同频共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我们的武汉大学的师生，我们的武大校友，同样也积极地参与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1977年，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教育和科技座谈会，时任武汉大学副教授的查全信率先提出改革高考制度，尽快恢复招生。小平同志果断地听取了这个建议，提前1年高考，就意味着有几十万青年从此改变了人生轨迹，也给国家一下子增加了几十万的人才。我想啊，改革创新之美和追求卓越之美，最终必须落实到不忘初心之美。大学它的初心就是应该培养人才。我想有些同学可能听说过，我们武汉大学啊，有6个院士，这6个院士加上另外4个教授，他们共同上一门测绘学概论。每年测绘学专业的大学新生进校以后，我们这些6院士都要给他们讲解测绘学的基础知识。我们这6院士的平均年龄已经77岁，尽管如此，但是20多年如一日，他们始终站稳3尺讲台。2018年，武汉大学的毕业典礼啊，
是在大雨滂沱的这样一种背景下举行的。但是啊，在大雨中，我们1万多名即将离开珞珈山的毕业学子，他们被一首原创的 MV 深深地感动。黑夜里哲学对话，眼眸里升起灯塔。黑夜对话哲学，眼眸升起灯塔。这2句话指的是我们哲学学院的苏德超教授。他有天晚上在给学生讲解形而上学这门课的时候，突然停电了。即使如此，在黑夜中，我们苏老师给同学们整整讲了2个多小时的形而上学，100多个学生没有一个离开教室的。所以我们武汉大学的教授就是这么的热爱教学，武汉大学的课堂就是如此之充满魅力。人之不成，才将焉附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学科专业的单一性与社会问题的综合性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尽量的让同学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学科知识，更多的了解不同学科的思维特点。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们设立2门基础必修通识课程，一门是人文社科经典导引，另外一门是自然科学经典导引。这2本导引，我们从古今中外的大量名著中精选了22部经典，它所贯穿的主题是何为人，成为何人，如何成人。我们100多位老师整整用了2年的时间进行教材的编写，他们每个星期用1个半天的时间，有时候100多人一起讨论备课，有时候几十个人进行集体备课。那么2018年，武汉大学的同学，当他们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同时也接到学校给他们赠送的这2本教材。我们翻开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你会看到，在柏拉图看来，体育与音乐是培养理想公民最重要的2极。他说，体育使人坚韧不拔，音乐使人精致文雅。所以我当时提出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同学从宿舍、从教室把他们赶出来，走向操场，走向珞珈山。当时有同学在 BBS 上面发牢骚，他们说，就是因为分管我们的校长他自己跑步，一个人跑太寂寞，非要拉着我们跟着他跑。一个人的一生，你要想做成一件事，你会面临很多困难，很多挑战。有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是你能不能够迈向成功彼岸的非常基础的条件。现代社会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没有，必须要靠团队，所以团结协作的精神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同时，现代社会都是法治社会，讲规则、讲制度、讲程序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求。那么无论是坚韧不拔的意志，还是团结协作的精神，还是遵守规则的意识，我们都能够在体育活动中得以获取。现在武汉大学的校园
跑步的老师和同学已经比比皆是。在我看来，武汉大学的精神之美啊，就是校园环境之美、家国情怀之美、改革创新之美、追求卓越之美、不忘初心之美的有机统一。各位同学，优秀是代代武大人根植于心的文化基因。我们期待未来的武大人也像过去的武大人一样，把优秀变为贯穿一生的自觉行动，变为奋发有为的时代担当。谢谢大家。谢谢周校长。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谢谢各位，请坐。每年那个武大樱花绽放的时节，我在武汉那么多年都没去过，每年到了那个时候根本进不去。武大还有几个多，一个是野生动物多。武大有一只特别有名的小狐狸，金色的，就在武大校园。我今年跑步的时候，早上跑步，在那个环山路上遇到它3次。大概2、3年以前，我在912操场跑步的时候，它先站在我们行政大楼的这边这个底下，我从那边跑过来，它站在那里不动。然后我也不管它，我就往前面跑，结果它后来就跟着我跑，跑到人文馆下面那个的时候，我再回头看一下，它就慢慢的就往山上走去了。他是怕您跑步太寂寞。它这个狐狸根本不怕人，所以呢，就是人与自然在武大非常之协调。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网友通过央视网看了您的演讲，给您提了一些问题。我们先来进入小纸条全民互动环节，看一下网友的提问。这是一位小学生，着急啊！你看他的名字钟声起，闹钟一响就得起。我想请教，最好的学习方法是什么？就是钟声起啊。不同的学习时期，学习方法应该不一样。小学应该更多的是在玩中学，在学中玩，因为只有这样，他的整个童心才能得到充分的这样一种散发，他对于社会、自然的这种兴趣才会很好的培养。一定要知道，哎呀，学习是很快乐的事情，然后他自己自觉的、很乐意的去读书、去学习、去思考。在好奇的驱动下，对，去了解他想了解的世界。当然，到了中学以后，我会给他们提出3个建议：第一，明确目标。因为有了目标，你就有方向，你就有动力。第二，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我给他们介绍过一个方法，就是叫做读目录。你像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他这个教材啊，就有很多篇章目，然后呢是今天讲这一块知识点，明天考那个，都是分散的。那么你在学完以后，你最后一定要善于把这种分散的碎片化的知识，把它进行整合，在你的整个知识体系里面有一个完整的这种骨架。第3个建议呢，我就是提出一定要始终坚持。人与人之间最小的差距是智商，最大的差距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反正我上大学那会儿，我就老觉得我跟周围同学的智商还是有差距。但是我确实很坚持，
坚持这么多年，一直保持这个差距。接下来，时间留给我们现场的6位青年代表，大家有什么问题跟校长过招啊？来，胡天翼。周校长好，小撒老师好。刚才听到您的演讲嘛，就是我觉得一提到武大，就是大家会想到它的校园环境，坐拥珞珈山、环抱东湖水，以及它的历史文化。但是作为一名武大人，就是在学校这4年以来，我觉得它最美在它的独有的人文范儿上。就好比我们学校有一个梅操电影院。它每周5呢晚上都会放映1到3部的电影，供学生们免费观看。露天电影哦，好浪漫的哦。对，很浪漫。而且放映楼像个小碉堡一样，对，这应该是一个武大的传统。据说之所以有这座电影院，是因为当时有一位学长，就是为了出去看电影，还把自己的腿给摔断了。估计是翻宿舍门或者什么的啊。然后这个事情还被校长知道了，然后当时校长就决定为我们武大的学子免费办一座电影院，就坐落于这里。但是我想问一下校长，这是真的吗？应该是假的，我以前没听说过，对不起。第二呢，根据你刚才说的情况，按照我的认识和判断，应该不会。各个大门其实都比较敞开的。是。武汉大学追求自由这种文化一直有。露天电影院应该设立的时间已经应该好多年了，应该更早了。但是让这件事情就变得更有有故事性了。对，变得更有这种人文色彩了。为了一个学生，学校开辟了一个电影院，但电影院这个事儿是真的。这真的，我们现在所有的校友们，无论是毕业多少年回来的，一定跟学校提出，要让我们晚上在这个操场看一场电影。这变成武大生活记忆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同学们学习非常紧张。那么，如果周末的时候大家能够汇聚到一块儿，能够在看电影之余，还能够说说悄悄话，还能够交流一些其他方面的信息，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你看，我就后来因为我分管校友工作，到很多地方，他们就说，为什么这2个人跑到一起了？就是看电影看成的。但是您刚才这番话也会给武大带来新的风险。很快，武大就除了看樱花之外，到周末看免费电影。这个我们都欢迎的，没问题。对于即将毕业的我们，校长，你有没有嘱托？一路走好。我要说的是，认识自己，战胜自己。我为什么有这个体会？我从上高中到现在，每天早上5点10分，闹钟铃就会响。晚上因为有时候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会很晚才睡，甚至4点钟睡都是可能的。那么闹钟响了以后，我自己也在挣扎，起来还是不起来，起来还是不起来。脑海里有2个小人在打架。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会毫不犹豫的一翻就起来，这就是战胜自己。当你对自己的不足、自己的惰性、自己的不太那么理想的地方，你真能够看得很透、很清楚，并且想方设法把它加以克服，那你就真正的成长起来，也真正的能够走好你的人生之路。这就是我的寄语。您说的这个早上起床，脑海里2个小人打架，一个勤奋的，一个懒惰的。但我这2个小人打了一段时间以后不打了，因为勤奋的那个被打死了。所以人生真的就在于那一瞬间，你如果能战胜自己，而且一旦形成习惯了，你可能未来总是勤奋的那个占强势，你可能就能让自己走上一条更好的勤奋之路。下一位，来。小撒老师好，周校长好，我是来自济南外国语学校的一个高3学生。那么刚才那个姐姐呢，她是即将要离开武大，我就是即将要进入武大。在1月份的时候，我保送到武汉大学的英语系。
这学校还行啊。这个学校非常好啊。从1月份开始你就，对，从1月份到现在，我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日子。哦，我觉得你描绘的太轻描淡写了，这不叫非常快乐，这是天堂般的日子。我除了有空干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我还有时间去畅想一下未来大学的生活。我是一个行动的吃货，所以说，我想问一下校长，那你觉得武汉大学的食堂是怎么样的呢？校长会说，你问的是哪一个食堂？武大应该有10多个食堂，这么多？对。哇，这都是幻觉，这都是 P 过的。真的。最上面中间那个我要给你介绍，哦，那是武汉的特产，叫豆皮。这我还没听说过。豆皮，但它不是我们涮火锅那个豆皮，它是武汉的一种面点，早餐吃的特产。旁边那个我再给你介绍一下，这个莲藕汤、牛肉米粉。刚才还有了个面，哎呦我的天！你要是作为一个吃货到武大，非常幸福。一个是品种多，这个东西南北啊，各种风味都有。而且我们的厨师的水平也很高，哪个国家大奖的厨师，每个食堂都有。如果是吃货的话，来武大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武大的校长每天要跑10公里？我现在明白了，我上大学减肥任务非常艰巨。校长，我想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学生，我觉得跟其他学生也是一样，就是学习是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增长自己的知识。那么在武汉大学，我觉得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最近武大的外院已经开始给我们布置作业了，然后我看作业还不少，所以我最近其实该玩完了，我最近开始学，已经开始进入到学习对，状态了。我必须开始学一些东西了。那么我就想问，学好本专业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我可以去修一个双专业？这个你提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从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是最早开设主辅修双学位的这样一种培养模式的。同学们知道，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那么那个时候的武汉大学就是中国高教战线上的深圳。我们率先在全国实行学分制，主辅修双学位，插班生转系转专业，导师制等等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就是周末我们会为我们选修辅修的或者双学位的同学提供专业课程，这个我们一直敞开，而且一直鼓励。我们的老师为之提供的教学安排也都非常充分，路都给你铺好了，只要你愿意走。但是我想问的就是，像这种跨专业的人才的培养，是有文理科的限制吗？比如说我学法学的，我想学个核物理，没有任何限制。我认识一个校友的孩子，他觉得学历史啊，能够对于自己人文素养的这样一种培养会有帮助，所以呢，他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他自己毫不犹豫选择了世界史的这个专业。这个后来他又觉得自己将来好想从事一点金融方面的事情，而要想学好经济管理和金融，数学很重要，所以他在学历史学的同时，他就到数学学院选修相关课程，最后都修满学分，拿到了双学位，也考上了我们金融学的硕士。像这样的例子在武大每年应该有好几百人，所以呢，你只要自己愿意学，想学好，你就能够在武汉大学找到各种各样的学习机会。大学生活中，除了学习还有刚才生活以外，可能我觉得大家还会关注另外一件事，关于恋爱的问题。我爸经常跟我说，他告诉我，在大学你去追一个女生，然后你去谈一场恋爱，这就像一门课程一样。
我想问校长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并且如果是的话，这门课是选修课还是必修课呢？像我们那个时候刚进校的时候，一些老师是不主张谈恋爱的。我们有一个校友，77级的毕业生和80级的一个女生，他们两个就对上了。结果那个时候呢，就面临毕业，这个校友啊，蹭就跑到校长的办公室，他就老老实实的跟校长说了这一段事。这个校长直接给相关老师打电话，所以这个事情风平浪静的就过去了。这一对校友对学校充满了无限的感情，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们要练就练去吧，但是切忌因为恋爱而影响学习啊！希望你在武汉大学能够找到你的这个女朋友。谢谢校长，谢谢小夏老师。你如果到了大4毕业，还没找到女朋友，你就找校长。下一位，我是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大3的学生。其实刚刚来大学的时候，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武大实在是太大了，山路弯弯，峰回路转的，是不是？图书馆那么大的一个建筑群，层峦叠嶂的，走了半天我就不知道我到哪个地方去了。周校长不仅是我们校长，也是我的老学长了。40年的这个大学的这个摸索的过程之中，有没有碰到这种类似于迷茫的时候？你是问迷茫的时候还是迷路的时候？武大确实是大，对，因为它有5000多亩，有山有水，地形复杂。本来那个录取通知书通知我们是9月1号报到，结果我呢很激动，又特别的向往大学，所以我8月26号就到了学校。后来一转，我就找不到我宿舍在哪里。我当时又没有记住我那个宿舍是什么栋，哪一栋？2个多小时都没有找到。后来我就在发愁啊。来了一个老师，一看肯定这个是新生，他就把我送回那个宿舍。因为当年我去的那栋宿舍呢是刚建的，我是我们81级同学里面全校第一个到学校的。我去那个宿舍住的时候，整栋宿舍就住了我一个人。您是第一个入住的业主。对。所以我跟你一样，就确实有点迷路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这个学校太大了，但是迷茫的问题更多的是要跟老师去交流。武汉大学它有一个制度，就是烛光导航，一个老师有3个或者4个同学，有任何的问题都会跟他可以做交流。我先问你一下，你现在最大的迷茫是什么？虽然现在学的是计算机，我们教的都是一些最前沿，什么类似于人工智能这些东西，但其实我从小到大内心里面都有一种想法，我只想成为一名图书管理员，过一个安静平和的日子就行。佛系的日子。佛系的日子就行了。我们就想做一个平凡而快乐的人，这样不好吗？无论是做科学家、做著名企业家、大学问家，还是做图书管理员，都是我们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所需要的。你比方说，如果我是图书管理员，当我们的老师在我提供服务的基础之上，解决了很多科学难题；当我们的同学在我的精准服务的基础之上，学好了本事，贡献了国家和社会，那我也是家国情怀之美的一种表现。家国情怀其实不是那么高不可攀，所以如果李同学你愿意做我们武汉大学的图书管理员，基于你有很好的计算机的基础、数学的基础，我认为你来做这个图书管理员一定会做得很好。李启琛，你将成为武汉大学计算机系这一届第一个找到工作的人。你单位已经定了，留校图书管理员。但是我觉得从他刚才的讲述中，他还没有
真正完全意识到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如果能用你的才智把整个武汉大学图书馆变成一个智能图书馆，整个图书馆馆长、管理员就你一个人，所有借书的老师、同学不需要见到任何一个人就能借书还书，而且能够查阅所有的信息资料，检索到他想要找的书，你就一杯茶、一个报纸，天天坐在图书馆，岁月静好，风轻云淡。你要想岁月静好，请你现在学好你的专业，用你的知识来改变。好的，谢谢小邵老师，谢谢周校长。校长好，小撒学长好。因为我是北京大学辩论协会的成员，想更多和您分享煌煌武大、雄辩天下的武汉大学辩论队，他们是否能够代表武大的校园气质呢？不知道您认不认同？武汉大学辩论队在中国高校应该是颇负盛名。对，因为我们拿过好几次亚洲大专辩论赛的冠军，我觉得辩论队确实可以代表武汉大学的一种风格。我们标杆性的社团叫做多学科讨论会，其实它里面最具有特质的就是辩论。主讲人把某个学科的知识，他的认识和观点讲完以后，所有其他的同学把它驳得个体无完肤，这个讨论就是最成功。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辩论之风就一直在武大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风景呈现出来。正因为这些辩论队的这些成员，使得整个武大的学子呢，他就是没有太多的那种权威意识。去年我和武汉大学的辩论队有过一次交手，然后我们北大派出的是4个女生的阵容。因为武大辩坛的前辈们都非常以儒辩来著称，所以我打比赛的时候，我心里想着是不是会碰到一支非常儒雅跟我们讲道理的队伍呢？完全没有，4位辩手非常配合有力，层层推进，对我们4个女生前路、中路、后路疯狂的追打。然后我们北大最后输掉了这场比赛，拿到了季军。所以想请教周校长的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我们武汉大学辩论队的这种风格和我们的办学理念有没有什么关联？非常密切的关联，火辣辣的这种穷追猛打的这样一种风格，同样也是武汉大学追求卓越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表现。因为我们要做任何的事情，就尽量做到极致，做到完美。你光儒雅，你不能够很好的运用我们辩论的技巧去穷追猛打，它最后也不可能取胜。你光穷追猛打，你的打的里面没有深刻的内涵，你也无法说服别人。不光是武大，你应该放眼到这座城市，去过武汉的人都知道，满街都是辩论。我刚到武汉的时候，因为我妈妈是北方人，回来跟我爸说受不了，走在街上到处都在吵架。我爸说他们就是日常谈话。武汉话说起来速度特别快，而且语调都特别有那种攻击性。我跟你讲，你在想么子？你问我想么子，我还问你想么子嘞？其实是2个人关系非常好，他们是在聊天儿。一个城市的特质其实也会影响学校。是。对，原来如此。周校长的这场开讲，我在您的演讲中一再的在脑海中回到武大那个美丽的校园。我也突然也想到，关于大学，这么多年一直有太多的讨论。一个最终极的问题，什么是大学？大学不是在给你建高楼，大学不是在给你一片巨大的土地让你建围墙，恰恰相反，大学是为每一个走进来的人拆除你心灵和生命的围墙。对于那些即将踏入大学的年轻人们，好好的在这个围墙里去感受你没有围墙的世界。谢谢周校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下一期节目再见。